全球极热末日，地球温度暴涨，大量湖泊被蒸发，动植物大量灭绝。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就因为我有囤积纯净水的习惯，他们嫌我活着会多浪费一份水，于是将我残忍杀死。但我却意外重生到末日前6个月，而且还拥有了操控异空间的特殊技能。王不凡回过神后，拿起桌子上的手机，上面显示11月3号上午10点43分，距离极热末日来临还有整整半年。这时他心念一动，发现自己的意识正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空间。王不凡收了一杯热水进去，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夏天没吃掉的冰糕丢进去。结果好几个小时过去，再把这2样东西拿出来后，他发现热水还是滚烫的，而雪糕依然冻得结结实实。这证明了异空间中没有时间存在，物体放进去是什么样子，出来还是原来的样子。有了异空间，我岂不是可以囤积无数物资了？况且我还可以利用先知在世界杯期间赌球赢下大量资金，顺便全球零元购建安全屋。当别人还在炽热下煎熬时，我却坐在安全屋中，烦恼着今天应该吃牛排、奥龙还是烤鸭。哦，还有我的伏地魔女友，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王不凡的眼睛猛地一亮，干票大的，把2级的冰山收了。到时候极热末日，我也可以在安全屋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2级的积雪，冰山是一个整体，意味着我只要来到一个角，接触到任何一个冰层，就可以将整个冰山收取。有了建造安全屋和收冰山的计划后，王不凡用前世的记忆买了足彩。因为世界杯的关系，购买彩票的人暴涨一大截。王不凡独揽99注，最后拿到2.5344亿。他索性把零头全部捐了，一共拿走2个亿。这些足以让他买下自家小区里的一套别墅。有了这笔钱，在偏僻的地方建一套别墅会更安全。但我必须要看着左青青这家人在末日跪着求我的样子。钱是被他们一家杀死，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王不凡火速拿下了启东城小区的一套别墅。几天后联系到了改建商，一位叫夏冰的改建商听到王不凡的想法后大吃一惊。第一，改建的房子尽可能的坚固，炸都炸不开的那种。第二，隔热效果要像以前放自行车上卖冰棍的那种，大热天箱子里的冰棍也不会融化。满足这2点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使用最好的材料。你这也太夸张了吧？难道会爆发战争？可真要爆发战争，你这样的改造有什么意义？挡得住炸药的冲击，挡得了导弹，挡得了核弹。虽然夏冰非常不理解，但他明白顾客就是上帝，只要钱到位，改成坟头造型都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工期了。按照你说的，改建完成的8个月左右。太长了，5个月，但是你要花更多的钱。王不凡算了算，5个月别墅改造好了之后，还有25天末世才会降临，完全来得及，便答应夏冰。费用嘛，3000万，这真是良心价。主要你赶工期，不然我至少可以给你省500万。3000万的话，能用上最好的材料吗？夏冰有些懵，王不凡有疑虑的地方居然不是价格的高，而是担心材料不够好。哥，你放心，3000万真的够了，足够用上最好的材料。导弹我不能保证，但 C4 绝对不可能炸得开一道墙。话我放在这，要是不能兑现，你可以在海斗到处宣扬，我从此退出这一行。那就好。2人签好合同，王不凡先支付了1000万，由夏冰去购买材料，带把墙体、通风、隔热做好了，再和王不凡商量更细节问题怎么弄。1个月后，他孤身一人坐飞机前往南极。到了南极大陆后，王不凡坐在游艇上，故意最后一个下去，手则是悄然按在寒冰上。此时异空间张开，沿着冰山的边沿包裹过去。这速度也太快了，居然不超过2秒钟，整个过程就完成了。顿时，南极大陆一下子变得光秃秃，刚刚登岸的游客们一个个默不能入。卧槽，那么一片白茫茫的冰散雪原呢，怎么没了？我特么是眼睛出了问题，还是疯掉了？冰山呢？冰山呢？冰山呢？这样的变化自然成了全球性的大新闻，各大国莫不紧急派出科考队，要调查南极冰山消失的秘密。反正南极的冰山才是大头，北极嘛，能收多少算多少，没多高的要求。几天后，王不凡又去了漂亮国，收了大量的热武器。从漂亮国离开，王不凡又去了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用空间异能零元购入各种物资，将一个个大型卖场搬空，物资价值100亿计。前后花了近5个月的时间，王不凡终于回到国内，距离末日还有7天。这时夏冰告诉他安全屋已经建好，王不凡正式搬家，住进了别墅之中。趁着还有时间，王不凡开始一家家酒店轮着订酒席，动不动就是几百桌甚至上千桌。他得在末世降临之前把手里的钱全部花掉，不然就只是一堆无用的数字。距离末日还有5天，王不凡坐的一辆加长型的轿车将他送到了启东城。这么一辆豪车开过来，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纷纷驻足观看，想要知道是哪个大款。结果看到下车的居然是王不凡时，莫不大跌眼镜。怎么会是他呢？难道传言是真的？那套别墅真是王不凡买下的？他哪来这么多的钱？肯定不干净，建议举报，好好查一下。据说王不凡还是全款买下来的，3000万
可王不凡的父母早就过世了，他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这帮邻居当然是不相信，但现在看到王不凡从加长轿车上下来，他们就不由得相信了。哪怕他们不认识车标，可加长轿车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就是高端的代名词。一些大爷大妈不由得怦然心动。王不凡走过人群，这时电话响了。喂，28号的那栋别墅是不是你买的？是。你怎么会有钱买别墅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是你女朋友。那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王不凡冷冷说道，直接就摁掉了电话。对面，左青青不敢相信地看着手机，甚至有一种难言的怒火。谈恋爱半年多，他居然不告诉我这么有钱，渣男！青青，那小子是不是真有钱？青青的爸爸左富贵脸上掩不住的贪婪之色，边上左母骆桂芬，弟弟左阳也盯着他，充满了期待。那套别墅确实是他买的。这下好了，让王不凡把别墅让出来，给洋洋当婚房，你和他在原来的屋子里结婚。妈，左青青皱了皱眉，显得有些不满。她虽然是伏地魔，但也希望自己能够住上大别墅啊，这样多风光啊！怎么把别墅让给你弟弟，你还不乐意了？别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现在只是让你腾一套房出来，又不会让你无家可归，你就不乐意了？再说了，那小子既然可以买一套别墅，以后就不能再买第2套、第3套吗？你先让你弟弟有房子结婚，这还在推三阻四的。不会的，姐姐最疼我了。行，别墅就让洋洋住。左父左母和左阳再次欢呼，好像他们已经告别了租房生活，住进了大别墅里，出入小区都可以大摇大摆的，以后见了谁都可以把鼻孔安在脑门上。可是王不凡刚刚跟我分手了。什么？你是不是蠢？信不信我打死你？没事，分手了还可以复合。我们女儿长那么漂亮，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青青，你现在就去找王不凡，一定要劝抵他回心转意。哦。别看他在王不凡面前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但在家里可是地位低下，凡事要是敢顶嘴，那不是打就是骂。早已经习惯了顺从。把女儿赶出去之后，左富贵就兴奋说道：“走，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大别墅。”全球极热末日，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重生归来的我，凭借操控异空间的能力和赌球积累的巨额资金，早已囤够物资，建好安全屋，静待末世降临。距离末世还有5天，气温逐渐升高。王不凡回到小区，小区居民在热议这异常现象，却未意识到灾难临近。他回到自己家，这时左青青一家上门找他，他表示两人已无关系，也不会开门让他们进来。王不凡清楚左青青这次来就是想知道他是如何发财。王不凡，快开门，我爸妈和弟弟要去参观一下别墅。他们有什么资格进我的别墅？我没报警说有强盗小偷进我家就已经很客气了。你不就想知道我的别墅是怎么来的？告诉你好了，我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了足彩，赢了2个多亿。这4个月我又拿着钱去港岛买了黄金期货，现在有20多亿。王不凡就是想故意骗他，让左青青急得抓耳挠心。原本两人只要不分手，这些钱就都是他的了。但现在听到20多亿，顿时他的声音都变得温柔起来。王不凡，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才故意这么说的。其实你离开的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想你，真的。然而王不凡只觉得恶心，心想上一世的自己或许会被迷惑，但现在黑化复仇的他根本不为所动，直接嗤笑一声，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赶走，并在心中暗自想着，等末世降临，就要让你们一家血债血偿。过了一会，王不凡接到公司的电话。这些日子他因忙于安全屋之事，工作懈怠。公司来电要面谈。进入公司，他迎面撞上顶头上司柳晴，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众人心中的女神。在职期间，柳晴总为难他，后来才知是因自己与他的渣男前男友长相相似，他便迁怒于他。上一世面对这么一个极品美女，他居然从来都没有多看一眼。如今他内心感叹自己的无辜，而末世将至，王不凡心态大变。这下我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玩弄你了，老子再也不要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王不凡，你死哪去了？这工作你是说不来就不来是吧？不想干直说。我可以写辞职信，现在就可以写。王不凡趴在桌上，当场就写起了辞职信。一边写，他一边漫不经心说道：“你和苏建结婚3年了吧？你们俩坑了公司3000万的事情，也不怕被我说出去是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都准确的说出你们结婚3年，你还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你怎么知道的？王不凡当然不会说他是从未来回来。前世时，柳晴是公司财务主管，与主管采购的苏建隐婚，苏建虚报采购价，借老婆审批之便，3年坑了公司3000万。后来2人东窗事发，此事众人皆知。此时的王不凡故作神秘一下，柳晴便以为他掌握了切实证据，却不知他仅有资料，并不清楚操作细节。几分钟后，柳晴才回过神来。那你想要什么？你休想！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你这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是什么身份？敢对我有想法？我可以给你钱。我不要钱。不是他不喜欢钱，而是末世来临后，真正的财富根本就不是钱，而是食物和干净的水。况且他们这对夫妻的钱是好拿的吗？那可是赃款。如果他拿了钱，等到事情曝光，自然也要一起蹲局子。他岂不是只能在监狱中等死吗？这钱不能拿。你是在勒索我，这是犯法的。什么时候一夜情也成犯法了？柳晴很是无奈，她虽然不是传统的女人，但在和苏建结婚之前，也只有过2任男友，平时应酬也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从来不会让人占了便宜。而王不凡更是她讨厌、看不起的人。可现在呢，不答应王不凡的话，她跟老公侵吞公司财产的事就会被曝光。王不凡说罢，他打开秒表，给柳晴1分钟时间考虑。滴答滴答，时间来到50秒的时候，柳晴还是怕了，终于开口说道：“去酒店开房吧，你先过去，我总得找个借口才能离开公司。”许久之后，王不凡心情愉悦地离开酒店。从这天开始，柳晴便被他拿捏住了，只要王不凡约她，就必须得去。而柳晴对她老公苏建则是以闺蜜喝醉为借口，苏建早已经习以为常，丝毫没有起疑心。第3天，王不凡在酒店吃了自助餐便回了家。刚进小区，走出来一个少妇，颜值可丝毫不逊于柳晴，就是身材稍微有点逊色，只有 C， 裸高接近170，大长腿非常吸睛。这少妇叫米小璐，前世时与王不凡起过不少冲突。那时他因女友左青青花销大解虚荣，为了满足女友，他便下班后兼职送起了外卖。米小璐见后百般嘲讽，还要求他卖房搬走，称其低素质下等，影响房价。这一世，王不凡虽然不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但也绝非唾面自干的良善之人。再次见到他，米小璐又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你怎么还没有搬走？这是我家，我为什么要搬走？你一个送外卖的臭瘪三，就应该住在贫民区去，住这里不是拉低我们业主的层次，影响房价吗？我就住在这，暂时没有搬家的打算，要搬的话，麻烦你们搬。王不凡，你一个臭瘪三，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考虑卖房。说，你陪我睡一个晚上。米小璐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然后就跟发疯似的向着他扑了过去，做事要撕他的脸。王不凡只是一推，但这一推刚好按在他的胸上，甚至他还可以感觉到王不凡用力抓了一下，他居然被一个臭瘪三吃了豆腐。米小璐气得说不出话来，回到家就告诉了她老公郭海。米小璐只是说了王不凡的无赖，对于袭胸事件，她只说他意图非礼自己，却没有得逞，被王不凡这样的瘪三下等人袭胸，她实在是羞于让人知道，除非可以把她定罪，所以向她老公做了隐瞒。郭海听后勃然大怒，立刻就冲了出来，砰砰砰，重重的拍开了王不凡家的门。郭海见到王不凡伸手就去抓他的衣服，王不凡反手扣住郭海的衣服，一发力，郭海这个身高175的男人就被他一只手给拎了起来。快放开我老公，放开我老公！我自问从来没有得罪你们，可你老婆却几次3番羞辱我，今天我不过稍稍反抗一下，怎么就成10恶不赦之罪了？米小璐见状，过来就去掰他的手，想要把老公救下来。然而王不凡再一探手，将他也给拎了起来。自从有了控制异空间的能力，他的身体素质好像是之前的几倍，2只手各拎着一个人，都很轻松，感觉还能再加点重量。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王不凡将2人从家里扔出去后，重重的甩上门。收拾完夫妻俩后，王不凡想着，如果能用空间异能对付他们，那岂不是更容易？更何况到了末世，社会秩序崩塌，一瓶纯净水、一块面包就可以让人生死相搏。到时候要真危及到性命，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异空间治疗自己？想到这，他开始练习空间之门，把石头、砖块丢进去，利用物体在异空间保留状态与共鸣的空间，又加以改型，再次放出的物体产生强大杀伤力。他还用缺腿龙虾实验，发现能瞬间治好伤口，确认可借异空间自我疗伤，安全顾虑解决后，王不凡便又给柳晴发消息，还是老地方见。在等待柳晴的过程中，他摸出了一个气球，这另有用处。全球极热末日，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重生归来的我，凭着操控异空间能力当空2季，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储备下无尽的水域，同时异空间里也囤积着100亿剂的物资和武器为我所用。距离末世只剩4天，王不凡掌握了空间之门的妙用，既能凭此御敌，又能借异空间治愈伤势，自觉已做好万全准备，便打算在末世降临前放松一下。他给柳晴发消息，约在老地方见面。此前柳晴为封口已答应他的要求，自那之后便被其拿捏。出门后，王不凡顺路来到米小璐家楼下，见郭海拿着擦伤药回家，便跟了上去。等郭海进家关上门，王不凡在门口隔着墙打开空间之门，放出上次用过的气球，啪的一声，气球落在米小璐家卧室地上。
很快，郭海与米小璐说了会话后走进卧室，一眼便看到地上那只用过的气球。他和米小璐新婚未满1年，正在为播种下一代而努力，根本用不上这东西。郭海瞬间怒火中烧，只觉头顶一片绿，忍不住暴吼起来：“贱人，让你在家当家庭主妇，你居然敢给我偷人！米小璐，你特么给我解释解释！你疯了，对我这么吼！我问你，这是什么？”米小璐一看，顿时就目瞪口呆，地上怎么会有一只气球？然后她才恍悟过来丈夫为什么要抽自己，连忙解释道：“这不是我用的，不，这不是我和别人用过的，老公，我绝没有出轨，你相信我。”那为什么会有这东西？他是长了脚自己跑过来的吗？米小璐哪怕她长了800张嘴也解释不清。郭海见老婆不说话，还以为她是心虚，自然更加生怒，忍不住又是一记耳光抽了过去。贱人，我在外面辛苦工作，你特么居然给我戴绿帽子！郭海，你给我嘴里放干净点，我出身书香门第，结婚的时候才把自己给你，我干不干净你不知道吗？郭海只相信自己看到，哪里肯听米小璐这种无力的解释？没和奸夫用过，又怎么会出现在此？居然把用过的气球随便扔在地上，这是怕他不知道。你个贱人，今天我非打死你！王不凡在门外听着米小璐家中争吵不断，心中暗吐，就让他们慢慢折腾。夫妻间一旦出现出轨嫌疑，裂痕便难以修复。他心满意足，朝酒店走去。柳晴收到消息后，满心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本是苏建摊钱出的主意，让他被迫帮忙，如今却要独自面对王不凡，一旦说破，婚姻必然破裂。他无奈叹气，出门前又以闺蜜欢欢为借口，告知苏建晚上不回家。到酒店与王不凡一番云雨过后，柳晴冷冷开口：“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你一次次让我在外面过夜，是想让我老公升起怀疑，然后跟我离婚，然后你再利用我的把柄，逼我嫁给你，是不是？”你信不信？再过一段时间，就算我赶着你滚蛋，你也只会跪下来，抱着我的腿，求我收留你。求你，王不凡，你知道自己是谁吗？要不是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这种人连跪下来舔我的鞋子，我也会嫌弃的把你一脚踢开。王不凡对柳晴的话充耳不闻，他想着现在自己有的是时间回敬，等末世来临，柳晴求他收留的时候，就没这嚣张劲儿了。一夜过去，苏建准备上班，这时接到老婆闺蜜欢欢的电话，他愣住了。柳晴不是在欢欢那儿吗？带着疑惑，他接起了电话。苏哥，晴晴呢？她的电话打不通。苏建一愣，柳晴不应该在你那吗？他心中猛地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然后双手颤抖，但他还有一丝希望，故作淡定地道：“可能他手机没电了。对了，上次柳晴说还想约你去新西兰玩，怎么你们一直没去？”“去不了，我这段时间被公司派去出差了。”苏建大脑嗡的一声，瞬间空白。老婆柳晴近日彻夜不归，让他怀疑自己被绿。挂掉电话，恨意升腾，他想救出奸夫，却又冷静下来。一旦逼急柳晴，两人联手盗取公司3000万的事曝光，自己也得坐牢。苏建计上心头，他本就打算用那3000万盈余，但还没来及告诉柳晴，这下就干脆决定借此机会将财产乔转对自己名下。出国后举报柳晴，让他独自担责。如果他那方面还行，当然不舍得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火辣迷人的老婆。可医生说他需要静心休养5-6年，有3000万在手，他笃定5-6年后能找个更年轻漂亮的新老婆，便不再留恋眼前这如花似玉的妻子。贱人，这是你自找的。第二天，王不凡出了酒店后，并没有直接回小区，而是买了条狗。他想着末日之后肯定无聊，养条狗可以解闷。另外，狗的听觉灵敏，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效果，所以他物色了一条中华田园犬，取名小飞。领进小区就遇上了要去倒垃圾的米小璐，他立刻露出嫌恶之色，忍不住道：“你居然养这么土的宠物！”华胥田园犬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跟土不土有什么关系？被洗脑洗傻了吧？养条狗都养出优越感来了。米小璐有心发飙，但想到王不凡那恐怖的5律制，让他不敢造次，也有被吃了豆腐。等到晚上郭海回来，他还是忍不住把白天遇到王不凡的事情说了出来，对小黑更是鄙夷无比。郭海却丝毫没有附和他的意思，而是皱着眉，显得心事重重。老公，你怎么啦？我们家马上就要欠一大笔钱了。怎么会？你之前做投资不是都很成功吗？之前投资顺风顺水，我一时贪心，不光投光家里积蓄，还四处借钱加仓做空黄金。谁能料到2级冰山离奇消失，全球投资者疯狂避险，金价一路暴涨。现在我岌岌可危，金价再不跌，明天就要爆仓，血本无归。要是明天金价还涨，我只能被迫平仓，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那我们怎么办？王不凡是不是发了大财？听邻居说，他甚至全款买下了我们小区的别墅。应该是吧，我也听说了。不过他发不发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去求他，让他借我们点钱，
我相信，只要挺过这段时间，国际金价一定会跌。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还清债务，甚至可以赚上一大笔，下半辈子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人家凭什么借我们钱？我们之前闹得那么不愉快，还有为什么要我去借钱？哼！我老婆长那么漂亮，哪个男人能够拒绝得了你的魅力？你去借，那家伙一定会答应的。如果他提出要我跟他上床呢？你又不是没和别人上过床。郭海，我说过无数次了，我从来没有出过轨。你以为我愿意戴绿帽子吗？但这套房子我已经抵押出去了，没有钱补仓的话，我们都要被扫地出门。你想要露宿街头吗？米小璐不由浑身颤抖，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一直过着小资的生活，也把自己定位成高于普通人的精英阶层。可要是露宿街头的话，那些曾经羡慕她的同学们会如何嘲讽她？以后见到熟人，她还抬得起头吗？想要不破产，那只有一个办法，求王不凡借钱。全球极热末日，我被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忍杀害。重生归来的我凭着操控异空间能力搬空2亿，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储备下同时异空间里也囤积着100亿剂的物资和武器为我所需。距离全球极热末日还有3天，米小璐找上门来，王不凡心中充满疑惑，还没到末世呢，他也没有拿净水，食物勾引，怎地这女人就送上门来了？对米小璐他可没有什么好脾气。米小璐进了屋，只好把自己家遇到的问题说了出来，最后开口想向王不凡借500万，称半个月后会还他600万。这时王不凡才知道，米小璐家投资失败，面临破产的风险，源头居然是他搬空了2级的冰山，引发了全球的避险情绪，导致黄金价格大涨，让原本没出问题的米小璐家也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但搬空2级冰山的影响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的，所以金价只会继续涨而不会跌。那么隔壁家只能不断的继续补仓，基本就是个无底洞。借不了。为什么？你是嫌利息少吗？那加上我呢？只要你肯借钱，你就可以得到我。你知道你们家这窟窿要花多少钱去填吗？只要金价一直上升，那500万投进去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水花，2000万甚至5000万都得砸进去。金价一定会跌的，不可能一直涨。借钱就算了，不过哪天活不下去了，我不介意收留你。诺，和我家小黑一样，多养一条完全没问题。你居然把我比喻成狗！有求于人，必然落在下风。米小璐忍下这口气说道：“王不凡，算我求你，你不借钱的话，我们家就要完了。你陪我睡一次，我给你1万块，这个价够高了吧？睡1000次就1000万呢。”做梦，休想！米小璐愤然离去，回到家后告知郭海，王不凡不肯借钱。郭海因之前的气球事件，认定老婆已出轨，此时却不愿为家牺牲，顿时怒火中烧，与米小璐大吵起来。1天后，王不凡带着小黑在小区溜达，瞧见一帮人气势汹汹走进米小璐所在单元楼，听他们话语，像是来讨债的。他猜是郭海投资的黄金期货爆仓了，正想跟上去看热闹，却被马月兰大妈带着儿子刘存东拦下。王不凡一看就认出他们。马月兰因遛狗不牵绳常被投诉，物业上门都被他骂。他的儿子刘存东则是小区恶霸，在小贷平台收债，满脸横肉，凶神恶煞。母子2人挡在王不凡面前，诬陷小黑咬伤了他家狗。王不凡知道这是要故意讹诈他。你家的狗把我家狗咬伤了，这条狗可是名贵犬，这3年光是狗粮就吃了大几万，我们家也一直将它当亲人呢。你看看现在咬成这样，我也不跟你多要。狗的治疗费和我妈的精神损失费一共赔20万，反正你有钱，不差这点是吧？是你遛狗没有牵绳，也没有管住你的狗。况且小黑断奶都没有多久，你家狗连这样的奶狗都不打过，还好意思说？你这是不认账，不想赔是吧？刘存东恶狠狠地盯着王不凡，将手指捏得啪啪作响，威胁之意明显。王不凡不想理会他们，起身就要离开。这时刘存东伸手就要去抓他的手，他果断反击，哐哐2拳，刘存东便一屁股倒在地上。马月兰见王不凡出手打人，便抓住机会更想讹诈一番。打死人了，快来人啊！快赔钱，不赔钱就等着坐牢吧！王不凡面对恶霸刘存东和奇葩马月兰，心念一动，通过空间之门在2人食道投下强力泄引。2人刚想说话，就立刻捂住肚子，匆忙溜回家中。马月兰到家后实在忍不住，刘存东又在厕所迟迟不出来，就直接在阳台洗衣室里解决。结果这画面被拍下传至业主群，过了一会他就成了小区笑柄。马月兰本想着污蔑王不凡都无人理，被气得够呛。王不凡看到后不由失笑，自己本来还有事要做，就不再跟这一家恶人计较，便来到米小璐家门口。果不其然，到了楼梯间就听到有人大骂道：“快点还钱！你们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15。今天我们已经很客气了，明天、后天，嘿嘿，这就要泼油漆泼粪了。要不然你每天陪我们睡一觉，就当是还利息怎么样？哈哈哈！”
我们现在没钱，请你们宽限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还钱的。王不凡看到米小璐这时脸已经吓白了，被这些人说着下流的话调戏，他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害怕。这时他目光一扫，看到了正双手抱臂，在一边看热闹的王不凡，顿时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道：“王不凡，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你是哪来的？滚回去，这事跟你无关。帮你可以，但你想清楚，帮你的代价是你要当我的宠物。讨债的男人见驱赶没成功，反而让米小璐叫来了帮手，勃然大怒，出拳就要动手。王不凡见状，伸手轻轻一扣，便被他一把扣住了手腕，仿佛被铁钳夹住了一般。另外2个男人见状，也连忙向着他冲了过去。王不凡闪电般连呼3声，将那3个大男人生生踹了出去。这3个男人跪在地上，双手捂着小腹，额头上全是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你们跟他讨债我不管，但是在这小区闹事吵到我可不会客气的。说完，他就拉着米小璐走进他家，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那3人当然不甘心，可刚才见识过了王不凡的武力值，他们也不敢说什么，骂骂咧咧的走了。米小璐坐在沙发上，十分的紧张和拘谨。你老公呢？他跑了。昨天看到被平仓，他就离开了家，打电话不回，发消息也不理。呵呵，还真是没担当的男人。我倒是有个办法，让他主动找你。王不凡微微一笑，先拿起他的手机，一手搂着米小璐的腰，啪按下快门，打开跟郭海的对话框，然后发送图片，一气呵成，不出3秒，郭海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米小璐，你特么怎那么贱呢？之前让你借钱的时候陪王不凡睡你不肯，现在老子期货爆仓了，你特么居然送上门去了，现在发给我是什么意思？逼我离婚吗？我告诉你，钱是我们结婚期间借的，哪怕离了婚，这也是共同债务，你休想跑得了。你欠了人家一大笔钱，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讨债的流氓，居然还好意思说我，你最好赶紧把你欠的钱给填上，要不然的话，我就真要和王不凡上床了，而且还是在我们家、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床上。你敢？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说完，米小璐果断挂了郭海电话。郭海气得大哭，冰2级冰山消失，他炒股赔光。面对老婆在家可能被人欺负，却没勇气回去。此时的米小璐面对帮自己赶走讨债流氓的王不凡，生出一丝崇拜。2人约定，王不凡帮他挡一次讨债，米小璐就得感谢他一次。而王不凡对米小璐感兴趣，完全是因他往日高高在上，他想将这份高傲踩在脚下。重生后的他要当女神收割机，米小璐只配当玩物。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王不凡拿起来一看，居然是柳晴打过来的。王不凡，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别急，慢慢说。苏建这个王八蛋，他带着所有钱去了马来西亚，并说给我2个小时时间，他在下午4点半会发邮件给公司，把我和他窃取公司3000万的事件捅出去。王不凡诧异，前世苏建和柳晴一同被带走，这次情况却有变化，苏建竟跑去了马来西亚。他犹豫是否要帮柳晴，帮忙肯定有风险，事情曝光会被请进局子，若赶上末世节点就糟了。但他原本就想把柳晴藏到末世宫自己消遣，这下只不过是提前了几天，他便不再迟疑，让柳晴离开公司，在面包店门口等候。见面后，王不凡一路黑掉摄像头，带柳晴进卫生间换装，随后打车回到启东城，从地下库进入28号别墅。王不凡让柳晴待在2楼，锁死门窗，可刚安顿好，3名治安员就来到别墅门口，叮咚叮咚按响红铃。全球极热末日临近，气温日渐升高。末世前遭伏地魔女友一家残害的我，重生后凭借操控异空间的能力，搬空2级冰山，还掌握了空间之门的妙用，既能凭此御敌，又能借异空间治愈伤势，一切准备就绪。那些曾对我嗤之以鼻的人，命运也即将被改写。距离极热末日还有2天，王不凡刚安顿好柳晴，治安人员便找上门来。原来苏建表面给柳晴2小时时间，实则1小时前就用自己账号向公司发邮件，详细交代了和柳晴3年来窃取公司3000万的事。公司极为重视，涉案金额巨大，随即联系治安人员，他们前往2人家中一无所获。警方判定夫妻2人畏罪潜逃，并发布通缉令。苏建检举老婆后自己也逃了，通过出入境记录发现他已前往马来西亚，难以抓捕。警方借助天眼与 AI 面部识别追踪柳晴，监控却被人喷墨至画面变黑。警方通过电信公司查到柳晴的通话记录后，3名治安员因此出现在王不凡楼下。王不凡将大门打开，3名治安员进来，2男1女。其中1名女治安员可以说是极品了，颜值在90分以上，而身材更是火辣。王不凡盯着女治安员开口问道：“出什么事了？”执行公务，向你了解一下情况。你下午是不是接到过柳晴的电话？是。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一定要回答吗？还请王先生配合我们，这件案子的涉案金额巨大。我和柳晴是情人关系，他下午打电话给我说遇到了麻烦，让我帮他。不过他稍微说了几嘴，提到了窃取公司大量的财产后，我就劝他去自首了。他没有去吗？3名治安员都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王不凡，因为柳晴打了电话后就立刻去了附近商场，而偏偏就那么巧，商场里好多监控都被喷墨，导致监控失效。
你下午都去了哪儿？哪也没有去，就在家呢。撒谎！快老实交代，除非有人可以为你作证。我就一个人，没人作证。警官，这还是我家呢，你就这么凶？那我要是去了警局，你不是要剥了我的皮吗？我们需要搜查一下。你们没有搜查令，我可以拒绝的。不过谁让我是好市民，又问心无愧呢？请随便搜。半个小时之后，3名治安员搜查无果。年长的治安员向王不凡道：“真是不好意思，浪费了你这么多的时间。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美女，你叫什么？留个联系方式呗。我叫宋青云，你要来自首的话，可以报我的名字。”治安员搜查无果离开，王不凡回到家打开暗门，柳晴满脸紧张，得知治安人员已走，他松了口气，对王不凡的别墅和暗室满心疑惑。不过当下只求暂时避风，便打算讨好他，想着过后再离开。一夜过去，距离末世只剩1天，柳晴昨晚费尽心思讨好，却不知王不凡因被他刁难3年，根本不会轻易放他走。王不凡起身后打开电视，新闻播报太阳异常活跃，将影响南西。专家猜测南北极冰山消失或许与之有关，却难料后果。到了晚上，他出门想感受末世前最后正常的一晚，刚走到门口，就瞧见左青青一家4口站在别墅前，贪婪地盯着3层高的别墅，那模样像极了乞丐。他冷笑道：“此前他故意透露自己有20亿，就是为了引得这家人如恶狗般觊觎。”哎呦，王不凡啊，我们家青青好几天没有看到你，都茶饭不思了。姐夫，你就不要和我姐闹别扭了，赶紧领证吧。王不凡，之前是我不懂事，你就要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吗？让开，否则我就叫保安了。女婿啊，你就不要再怄气了。左富贵将女儿向着王不凡推了过去，左阳则是拿着手机在一边抓拍。左青青向着王不凡撞过去的时候，他很绅士的一让，左青青就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左富贵一见，大声叫道：“家暴了！王不凡家暴了！大家快来评评理啊！”左青青摔倒，疼得半天起不来，家人却不管他，反倒向旁人控诉王不凡发财后抛弃糟糠之妻，企图让邻居主持公道。王不凡不想被围观，此时叫的车来了。左富贵想跟上，被他一把推开。他关上车门离开，心知真正要让左家人以命偿命的时候，还得等到末世降临。王不凡到餐厅点了餐，正吃着，店内吵闹，一个熊孩子拿勺子敲餐盘，服务员劝阻，反遭孩子父母辱骂。熊孩子愈发过分，朝邻桌菜里吐口水，其父母竟还一脸骄傲。熊孩子父亲卢大龙是小区租车行老板，经常使坏华商租出的车，巨额修车费，还爱拿刀威胁人。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厌恶至极。此刻，熊孩子走到王不凡桌前，咳嗽一声，就要往他菜里吐口水。什么东西？王八蛋，敢踢我儿子，我他妈弄死你！卢父挥着椅子冲向王不凡，他轻松避开，顺势一脚踢得他踉跄后退。卢嫂见状，歇斯底里的冲来抓王不凡的脸，被一巴掌扇开。卢父爬起来跑向后厨，回来时手持菜刀。就在这时，治安员赶到，见卢大龙持刀，一名治安员拔枪喝令其放手，卢父不敢违抗。3名治安员要以打架斗殴为由将双方带回警局。王不凡清楚，一旦被带走，至少拘留3天。可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再过5、6个小时，太阳升起，末世就会降临。这时王不凡心生一计，夺过治安员的手枪，众人惊愕，被夺枪的治安员想抢回，却被王不凡用枪指着不敢动。他要求治安员绑了所有人，拿对讲机称只和宋青雨谈谈，否则在场人都别想活。说完便又和对方警员有一搭没一搭的提起要求，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到太阳出来，到时候外面一片混乱，他就能借势逃走。双方僵持到凌晨5点，宋青允穿着防弹背心来到餐厅门口。喂，我是宋青允。宋警花，好久不见，进来叙叙啊。好。不行，不能再给他更多的人质。这样吧，只要你进来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释放一个人质。为了表达诚意，我可以先放一个人。王不凡说罢就将一位大妈送出去。这时宋青云想到里面还有很多无辜的人，便答应了王不凡，毫不犹豫走了进去，回头把门关上。而通过他身上的摄像头，外面的人也在观察着屋中的情况，发现王不凡正淡定无比地喝着酒。看到宋青允就开口问道：“宋警花，第一个问题，你的3围是多少？”王不凡，你不要得寸进尺，你现在投降还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我已经释放了一个人，但你要是不遵守我们的约定，我就立刻击杀一个人质。36亿22 33。王不凡不由吹了声口哨，身材比柳晴都要好，真是遇到宝了。其实王不凡也不是真正的匪徒，被意外卷进这起事件后，他就想到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把宋青云引到安全屋来，于是换了一个话题接着问：“你觉得会有世界末日吗？”就因为2级的冰山消失了，你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就可以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过就算真的有末日，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坚持下去。哈哈哈，真是天真。那么我问你，
这次的太阳活动异常猛烈，到时候在极端的高温下，大部分植物都会被晒死，食物、清水只会越来越少，钞票则会沦为一堆废纸。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一块面包、一瓶纯净水就可以让你乖乖听话，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所谓的坚持又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我宁可自杀。就在这时，宋青允听到耳机那头传来凄惨的叫声，而且不止一个人在叫，外面惨叫声接连响起，仿佛一下子跌落到了人间地狱中去。王不凡走之前把龙哥一家人解决了，这家人在末世绝对是恶中之恶，历史没有出现任何偏差，末世还是如约而至。好了，我也该回家了。宋美女，我们保持联系，别忘了给手机充电。宋青允一愣之后，连忙追了过去。然而，当他追进厨房后，却不见了王不凡的。人们向窗外看去，阳光里好像有一种刺眼的射线，照在人身上，痛得无法形容。再看一下裸露出来的皮肤，居然都黑了，而且还皱了起来，好像已经坏死，像是被硫酸泼过一样。外面的人不得不躲了起来。末日终于到了，左青青，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全球极热末日第一天，气温飙升，阳光中还有可怕的射线洒落在人的皮肤上，就像是被硫酸剥过一样，立马变黑变皱，整个国家进入1级戒备状态。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坐在安全屋中，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末世前将我残忍杀害的伏地魔女友一家，我要让你们好好品尝绝望与恐惧的滋味。王不凡从餐厅后厨离开，宋青允追上去，却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一个大活人好像凭空消失了。此时的王不凡已经来到了小区地下车库，他将空间之门贴着车库地面开启，缓缓走进异空间当中，将自己收进异空间，待到宋青允离开，再把自己从空间之门中放出。宋青允自然找不到他。回到别墅，王不凡取出手机发了条消息给宋青允。过了一会，宋青允发了一个视频通话过来，屏幕中王不凡居然在家里正吃着早饭，他简直不敢相信。你怎么可能在家？你是怎么离开的？你给我来一支脱衣舞，我就告诉你。混蛋！宋青允果断挂掉电话。王不凡倒是期待几天后再见到他，那时还是否能这般霸气。气温飞速攀升，上午10点，室外已达50度，室内温度也随之骤升。他的安全屋因其保温性极佳，空调吹出的风竟比室温还高。柳晴热得从2楼跑了下来。王不凡，怎么会那么热？你看新闻了吗？前些日子2级的冰山突然消失了，现在太阳光又好像有毒，被照一下，皮肤很快就会坏死，哪怕穿着衣服也没用。难道世界末日要来了？有可能，不过你可以想一下，你老公虽然把所有钱都卷走了，但现在嘛，呵呵，可能1毛钱都花不出去了。哼，他就是个人渣。马来西的太阳比我们出来的晚，你要是现在提醒他，说不定他还会去囤点货。走吧，带你去地下室转转。两人来到地下室，一股沁人的凉意顿时扑面而来。柳晴猛地打了个哆嗦的同时，不由瞪大了双眼。室外温度一直在不断上升，哪怕是地下车库，温度也要40多度，但这里甚至有些冷。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王不凡，怎么会这么凉快？哦，给家里加了点冰，温度当然下降了。你哪来那么多的冰块？你只要知道这里就足够凉快，它就够了。不过现在外面已经一团乱，没有人会去追究你贪污公司财物的事情，你可以离开了。柳晴心想，在如此高温的炙烤之下，空调都无法发挥作用，每一间屋子都跟烤箱似的，不说会致死，但对于已经习惯空调的人来说，40度甚至50度的高温人也受不了。所以王不凡手里的冰块没有消耗完之前，他绝不可能离开。我想留下来，可这是我家，我凭什么收留你？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任何？柳晴决定留下后，想起绝情的老公苏建，便发去视频。苏建看到柳晴不仅没进局子，还和王不凡共处一室，瞬间怒火中烧。此前他听柳晴抱怨过，部门里有个酷似前男友的人，常被他刁难。可如今柳晴竟和这人待在满是食物、凉爽惬意的房子里，这让他难以接受，顿时暴跳如雷。你居然没有进监狱，那个奸夫原来是他，柳晴，一个贱人。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你卷走了所有钱又如何？现在马来西比这里更热吧？你能吃钱，还是可以让钱给你降温。背叛你，是你先背叛我的，你这个贱人。苏建，你特么简直是混账！柳晴愤怒无比，把被王不凡抓住把柄，无奈只好陪对方上床的事实说了出来。苏建听完呆若木鸡，意识到自己错怪妻子，亲手将她推向别人怀抱，且自己此时身处热带国家，无异于自投火坑，不禁嚎啕大哭。柳晴只是想让苏建更后悔。见他悲痛，冷笑一声挂掉了电话。夜幕降临，温度降至45度左右。有人想趁阳光消失外出补充物资，可阳光一没，细雨落下。新闻紧急播报，这是酸雨，具有腐蚀性，外出务必做好防护。官方还呼吁囤水，因为酸雨落下，水源必将被污染，后续或无法用于洗漱，更别提饮用。此时，王不凡手机消息不断，有人在业主群里高价购买食物和清水。原来是在别墅区的2位邻居，一个是富二代美女于出头，另一个是大老板张氏，正高价收购食物和清水。两人相互竞争，一瓶水很快被炒到1000元高价。这时站在阳台的于初桐看到王不凡，一会拿起一颗车厘子，一会又挖了勺西瓜，吃得不亦乐乎。几分钟后，他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备注是18号楼于初桐。我想买你的水果。
不卖。你尽管开价。那你陪我一个晚上？于初桐先是一愣，然后反应过来，顿时就疼的一下站了起来，隔着窗对着王不凡怒目而视。于初桐气得不想理他，直接回了屋里。此时的新闻里一遍遍的说着要大家珍惜水资源，另外要尽一切可能自救。王不凡前世根本没意识到这条新闻背后的意义，但他两世为人，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核心。这条让人想办法自救的新闻一出，许多人就会踏上抢夺杀人之路，而社会秩序的崩溃也始于此。叮，王不凡又收到一条聊天消息，他拿起手机一看，居然是左青青发来的。哈哈哈，你这个混蛋，有了20亿又如何？你花得掉吗？王不凡不由失笑，他把桌子上剩下的食物拍了照，顺便给小黑倒了一碗牛奶，然后又走到了储物间，对着堆成小山般的食材拍照，还有冰箱里的冷冻食品、水果，最后则是室内的温度显示。几秒之后，左青青就发来了视频通话。你居然把牛奶喂狗！我的牛奶，我想给谁喝就给谁喝。不凡哥哥，人家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这2天我也好好反省了，其实我还是喜欢哥哥的，才会想要挽回哥哥。我可以去你那边吗？晚了，我已经有女人了。可这回天气来得那么突然，他肯定不在你身边吧？让我来陪你，好不好？他当然在我身边。说罢，他调到了后置摄像头上，对准了柳晴。王不凡，你太过分了！我们才分手多久？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另结新欢？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不是怕你被骗吗？你有那么多钱，被一些爱慕虚荣的女人盯上也很正常。不过，他们爱的只是你的钱，只有我不一样，我爱的只有哥哥你。我操！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人家会误会和吃醋的。还有，我要忙了。王不凡挂断与左青青的通话，如此应付，定能让他心存幻想，在巨大的物资诱惑下不断上当。末日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也才起步，当然不会轻易了结左家4口性命。上一世他们为了抢夺王不凡的物资，活活将他肢解，这一世他也要看到这家人受尽折磨，到时再收割他们性命。这时，王不凡想起宋青雨，想看看美女警花还有没有之前盛气凌人的样子，便发去视频。许久后，视频接通，宋青允尽显疲态，因严重缺水，嘴唇干裂，又一天多未进食，整个人衰弱不堪，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王不凡，我投降，你快来救我！全球极热末日第2天，白天阳光中有可怕的射线，晚上还有酸雨降落，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崩坏，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坐在安全屋中，享受着寒冰融化带来的清爽。前世羞辱过我的人，因为我拥有的大量物资纷纷找上门，可我还是低估了人性的险恶。王不凡接到宋青允电话，便开启空间之门，2个来回，瞬间出现在餐厅厨房。地上躺着身着警服的宋青允，她已1天多没进食，显得有气无力。此前，柳晴到款消失，王不凡夺枪绑人质，杀卢大龙一家及离奇从饭店消失等事，让宋青允对王不凡充满疑惑。他假意求救，实则想制服他以查明真相。当王不凡走到他身边，当即取出手铐扑向王不凡，但却被他侧身躲过，并牢牢地牵住腰肢。哟，这么急着和我亲热？放开我！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通过暗道啊。在哪？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哎，好心来看你，你还真是不领情。想吃吗？只要你跟着我，这些你可以每天都吃到。宋青允先盯着这些水果看，嘴巴不停地挠动着，可最终他还是坚定地扭过头去。佩服，佩服！看在你这么有原则的份上，这盒西瓜我免费送你了。你要走了？怎么？你打算跟我回去？宋青允哼了一声，扭过头不想理他。可再回头时，王不凡已不见其踪影，四处寻找也找不到他口中的暗道入口。饥饿来袭，他意志力下降，看到王不凡留下的西瓜，便狼吞虎咽吃起来。被困餐厅，他开始动摇，想起王不凡让他回去的提议。王不凡回到别墅，见几个人拎着袋子匆匆跑过。随后，额头流血的快递站老头何成光追了上去。他得知国家号召自救的新闻成了社会秩序崩塌的信号，快递站被抢只是开端。他想到米小璐此前答应帮他赶走讨债人就有感谢，决定去看看。刚到米小璐家门口，就听到激烈争吵。原来郭海竟劝老婆出去卖，说楼上老王愿出1瓶水加1包面，楼下张大爷给3斤大米，隔壁楼也有人出价。王不凡震惊，没想到郭海如此窝囊。屋内米小璐正与他激烈争吵。你特么都不知道跟多少人睡过了，跟我扮清纯，贱人！我告诉你，我已经答应老王了，等下他就会过来，你好好招待人家，不然我不介意帮忙按着你的手。砰砰砰！就在这时，房门突然敲响，郭海开门有点惊讶。咦，怎么是你？你的行情可真是好啊，又来一个。不过你来晚了，先回去等等，轮到你的时候我会叫你。想不想跟我走？米小璐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老公，她咬了咬牙，便向着王不凡走了过去。你敢？她是我老婆。那又如何？郭海扬手就要一巴掌对着米小璐打过去，但手腕被王不凡握住，一脚踢过去，郭海就被踢飞，在地上连连打滚。看到丈夫这副狼狈的模样，米小璐没有一丝心疼，只有快意。从现在开始，我就当你死了。楼梯间脚步声传来，40多岁、长相丑陋且未婚的老王现身，他笑着去拉米小璐的手，米小璐急忙躲到王不凡身后，老王脸色一沉，伸手抓他，却被王不凡一脚踢开。郭海和老王只能在地上恶狠狠地看着2人离去。回到别墅中，
屋内的清冷让米小璐安心不少。王不凡让他先去洗澡，而他紧随其后。只听见哼哼轰，1个小时后，两人从浴室出来，又带他到摆满食物的厨房。米小璐眼眶泛红。这时柳晴下楼，两女对视，便知彼此因王不凡而来，且都担忧物资。王不凡表示不必为此担心，不过住下就得听从安排。两女为求安稳，立马答应。此时郭海心生恨意，找来与王不凡有过节的老王和刘存忠，三人趁夜手持菜刀来到别墅地下室门口，按下门铃。王不凡通过监控看到三人，笑着走到地下室，简单布置后便打开了门。你来干嘛？你特么抢了我老婆，我不能来找你。不过你都把那件人睡了，我也不想要了。你赔我10箱方便面和水，这件人就送给你了。不然的话，我明天就在小区里到处宣扬，看你们这些狗男女还有脸出来不？10箱太多了，我顶多给你5箱。郭海跟着王不凡走进门，他与刘存东三人同时挥起菜刀，一边冲了进去。这时王不凡用遥控器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看到三人手中的刀，冷笑道：就凭你们3个人，3把破刀，足够弄死你了。一起上，杀了王不凡，他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3个人满脸凶相，一起往前走，可走着走，老王突然惊疑一声，然后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刘存东和郭海却只觉汗毛直竖，有一种见鬼的惊怖。地下室灯火通明，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了。怎么回事？是你做的对不对？在我家肯定是我做的啊。郭海，我其实不想弄死你，因为你活着，我看着米小璐的时候更爽一点，但你非要找死，我只好弄死你了。这时王不凡手中凭空多出了一把手枪，郭海吓得连忙倒退，可一退，整个人就消失了。这一刻，刘存东也吓得直哆嗦，站在原地不敢动弹。你是在变戏法？你用了什么障眼法？所以我才看不到他们。你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不战而溃？那你走2步看看他们会不会出现？刘存东这时依然不敢动。那我帮你一把。他心念一动，从异空间召唤出一块大石头，凭空砸向刘存东，恐怖的爆发力将其狠狠地郭海和王新建在异空间中也被他的空间之力所绞杀，三人就此彻底消失。一夜过去，气温飙升至58度。王不凡吃饭时刷手机，业主群里马月兰质问儿子下落。从昨晚起，他就联系不上刘存东，对儿子的去向心急如焚。王不凡，我儿子昨晚去找你用食物去换水，他带着食物过去，却再没有音讯，是不是你抢了东西又把我儿子绑起来了？哦，那我问你，你儿子带了多少食物过来？2箱饼干。王不凡走去储物间，拍了一段视频，然后丢在了群里，却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群里立刻就沸腾了。我的天哪，这么多的物资！哈哈，王不凡都有了这么多物资，还需要骗你们2箱饼干？艾特马月兰，笑死我了！就好像我有1000万，却还要去骗别人100块。发现王不凡在业主群中炫富后，左青青一家都愤怒无比。在他们看来，王不凡的东西当然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蠢货，发了电财就蠢不知其新闻一边才7天，他就人不知还是炫富了。不过，与其让别人抢了，不如便宜我们。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行动。这一家4口互相看看。骆桂芬开始分配任务，左青青负责让王不凡开门，左富贵和左阳负责动手，第一时间弄死王不凡。之前求了他那么多次都没用，这次必须弄死这混蛋。4人商量好了，就静静等待黑夜降临。另一边，王不凡从异空间取出一架无人机，准备了一份盒饭，另加2瓶水，挂在无人机上，用遥控器操纵着飞出了别墅。另一边给宋青允发去了视频通话，只见宋青允披头散发，憔悴无比，嘴唇更是因为严重缺水而开裂了。过了几秒钟，饭店门口一架无人机从天而降，上面还挂着水和食物。宋青允连忙解下塑料袋，一边吃一边眼泪就流了出来。这一刻，他的意志全面瓦解。王不凡终于到收获丰硕果实的时候。别哭了，晚上我来接你，保证你不会再吃一点苦。全球极热末日第3天，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崩坏，而重生归来的我享受着大量物资和屋内适宜的温度，还有从前对我嗤之以鼻的女神们都乖乖地跟随在我身后，可我却因此成为大家心中最想要除掉的人。王不凡准备去接宋青允时，业主群里涌来一堆加好友申请，都是冲着他的物资来的，或求购，或借粮借水。他看到邻居张氏，便先通过了他。张氏想用金条换物资，可在这末世，黄金远不如食物。不过王不凡知道张氏有个年轻漂亮的老婆程雅，提出以此交换。张氏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却又心生一计，于是带着小娇妻来到王不凡地下室门口，身上还有一个背包。王不凡开了门，两人走了进来。张总不愧是大老板，知道我想要什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确实有些小惊喜。别特么给我耍嘴皮子！现在滚出这栋别墅，别逼我弄死你！这里每一扇门都需要用指纹解锁，我这么离开的话，你连地下室都出不去。那就立刻把我的指纹录入进去，别耍花样。行吧，录入你的指纹。小心！地主电流袭来，张氏直接全身酥麻，手里的复合弓立刻掉到了地上。等他反应过来，想要去捡复合弓的时候，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弓上。
好，王不凡一个吸顶，张氏便被拱飞了出去，鼻子间鲜血长流。王不凡取来一根绳子将张氏绑了起来。张总，你这也太不上道了！我把你当客人，你居然要洗劫我！不过张总还是把娇妻带了过来，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敢碰他一根头发，我就杀了你！张总真有眼光，尊夫人有容乃大。来，美女，我带你参观一下。程牙哪有宋青允那种不屈的意志？自己的男人一被拿下，他就吓得六神无主，乖乖就跟着王不凡走了。当他亲眼看到储物间那堆满的食物进水时，不由激动的胸膛起伏。5分钟过去，两人回到地下室，王不凡给张氏松绑，笑着说：“行了，张总可以回去了。”好，地下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时张氏突然反应过来，然后拼命在铁门上拍了起来。王不凡，快把我老婆放了！你特么的，我要宰了你！行，那我问问你老婆愿不愿意跟你回去？程牙当初为了钱嫁给了张氏，现在当然也会因为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抛弃张氏。老公，真是对不起，我以后就跟着王不凡了。张氏终于明白为什么王不凡这么轻易的放了自己，他狂拍门不止，但王不凡和程牙不再理会他。发了会后，他还是跺跺脚回家去了。安排好程牙之后，他来到车库，同一空间丢出一辆皮卡向餐厅方向驶去。饭店门口，皮卡撞开了大门，直接硬塞了进去。不远处，宋青允瞠目结舌地看着王不凡把副驾驶的门打开。宋青允愣了一下，缓过神来，这才坐上了副驾驶上，和王不凡回到别墅。宋青允走进别墅，顿时感觉到一股清冷之意扑面而来。王不凡走过来，凑在他耳边说：“跟着我，你可以衣食无忧的活下去。反之，呵呵，之前3天你是怎么度过的？不用我复述了吧？你要是愿意跟着我，我供你吃喝，但前提是你一切都得听我的。不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宋青允咬着嘴唇不说话。就在这时，王不凡手机中却传出了报警声。通过监控看到了左青青一家4口。王不凡清楚宋青允在犹豫什么，趁着这个机会，他带着宋青允来到地下室，让他看看真正的人心有多么险恶。王不凡打开监控，让宋青允看看左青青一家的德行。屏幕里传来他们的对话：“等下青青，你就对着那家伙施压，必要的时候不妨把衣服脱了，对他一些甜头，然后你们爷俩趁机弄死那家伙。可是怕什么？一个是你爸，一个是你的弟弟，看了会怎么样？”看到了吧，这4人是我前女友一家，要让我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给左青青弟弟结婚用。他弟弟不学无术，好吃懒做，还有这2个老货，他们是什么德行？从刚才他们的话中，你也应该可以听出一二，我就不多说了。王不凡说完，打开门，左青青看到宋青允便开口大骂起来：“王不凡，你是在找死吗？你口口声声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我只是让你把房子腾出来给我弟弟当婚房，你就和我分手，而且又这么快勾搭上了这个贱人，你根本就是虚心假意。不用跟这种混蛋啰嗦，让你爸和你弟看死他，嘿嘿，留一口气最好了，然后让他看着你爸和你玩他的女人，把他给活活气死。卡他！”王不凡出手如闪，2拳就将持刀的左家父子打晕在地。骆桂芬见状傻眼，还没回过神，就被王不凡一巴掌抽晕。左青青想质问，王不凡却让他离开。左青青误以为他念旧情，为了能活下去，他看了眼地上亲人，咬牙离去。王不凡把左家3人丢到车库，心念一动，变出3个大铁炉，将他们关进去，打算让3人在众目睽睽下活活饿死渴死。宋青允被这残忍场景吓得不轻，再想想前2天的遭遇，也顾不了王不凡究竟是什么人了，便应允以后将跟随他。末世第4天，赤身关在铁牢的左家3人成了大新闻。张氏避开王不凡，新建群将大家逐个拉过去，议论纷纷。这个王不凡还真够狠的。哼，王不凡这相当于是在公然杀人，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现在是左家3个，你们还能坐着看戏？可哪一天被关进笼子的是你们呢？这下群里的讨论声戛然而止。我也不怕自报家丑。王不凡看上了我老婆，昨天借着卖食物为名骗我开门，结果把我老婆抢了过去。我虽然拼命反抗，但还是被他打倒了。你们想想，如果王不凡到时候威胁的是你们，呵呵。众人沉默，但大家都明白，现在社会秩序崩塌，只要武力强大就可以欺男霸女。王不凡今天可以把左家3人关进笼子，那明天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对他们？他抢了张氏的老婆，难道还会对别人家老婆、女儿心慈手软吗？有没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我一起干的？杀了王不凡，解决后患，平分物资。我干了，拼一把，我也加入。不一会，就有21个人来到了张氏的别墅中，商量晚上对付王不凡的办法。到了晚上7点，一行人抡着铁锤试图砸开大门。王不凡盯着监控摇摇头，要是真能把大门砸开，那这几千万岂不是喂狗？一群人砸了半天，中途都换过几拨人，大门丝毫没有被破盘的迹象。于是众人又改变了策略，盯上了墙，哐哐哐，只见一片片砖石纷纷落下，很快就被众人砸出了一个洞来。但当他们把墙壁再砸开一些，发现这道墙之后居然还有一堵金水墙，众人都是束手无策。他们真怀疑王不凡是从未来回来，不然怎可能做这样的准备？张氏也没了办法，只好对着监控喊话激将王不凡。
王不凡，你是打定主意要当缩头乌龟吗？你要是现在走出来投降，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一条命，甚至让你保留一半的物资。张老兄，你要没什么办法了，我可要和你老婆。嘿嘿，你这个混蛋，你敢动我老婆，我就去杀了你的女朋友。你敢？我警告你，你敢碰左青青一下，我绝饶不了你。王不凡心中暗喜，终于等到这一刻。王不凡就是要借他人之手让左青青身体和精神双重崩溃，但还要假意装出一副心疼左青青的样子。张氏以为拿捏住了王不凡的把柄，气势汹汹地带着一行人来到左家大门前。一群人二话不说，直接拿铁锤开走，不出几下，门锁就坏了。一群人如狼似虎冲了进去。全球极热末日第4天，白天空气被灼得扭曲变形，晚上还有强腐蚀的酸雨。社会秩序彻底崩塌，众人为了抢夺物资不择手段，而重生归来的我却在安全屋中享受着冰山融化带来的清爽。看着外面混乱的一切，复仇的时刻终于来临。前世将我残忍杀害的伏地魔女友一家，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张氏带着一行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左家租住的大门前，一群人二话不说，直接拿铁锤开凿，哐哐哐，不出5下，门锁就坏了。一群人如狼似虎冲了进去。左青青正在睡觉，刚被巨响声惊呼，还一脸懵的时候，就被抓了出来。他吓得半死，双手捂在胸前，瑟瑟发抖。你们是谁？想干什么？不用怕，我们只是需要你帮个忙。走。一群人带着左青青又杀回了别墅那边。左青青自然意识到这些人打的是什么主意，连忙尖叫起来，有些歇斯底里。王不凡，你看看这个人是谁？张氏，你太过分了，他跟你我的恩怨无关，快放人！快点开门，我保证放你们这对鸳鸯安全离开。王不凡，你不能开门。这时左青青心想，要是门一开，别墅也好，里面的物资也好，肯定要被张氏他们瓜分。他虽然心里十分害怕，但也劝说王不凡不能开门投降。比起王不凡这个人，他手里的物资更让左青青心动。张氏，我警告你，我警告你！王不凡，你再不出来的话，别怪我们对你女朋友不客气了。这样吧，我给你们5箱水和50斤大米，你们把它放了。众人对张氏手中物资心动不已，可张氏捏住王不凡把柄，余粮在握，胃口极大，怎会轻易答应交易？王不凡早已料定张氏胃口太大不会答应，就算张氏答应，他也准备反悔。前世左青青为了抢走他的物资下手最狠，和家人肢解杀害了他，那痛刻骨铭心。如今正好可以利用张氏让左青青生不如死。张氏在门外嘲讽威胁，称不交出物资就折磨左青青。王不凡看着监控喊话，假装在意让他不要伤害左青青，但在屋里却不为所动。很快，张氏说到做到，给王不凡发来一部小电影。与此同时，宋青允按照王不凡的要求，身着修身旗袍上楼，旗袍完美勾勒出她的身材，性感却不失高雅。看什么呢？你自己看吧，我嫌辣眼睛。太恶心了！张氏好歹也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怎么会如此无耻，给你发这种东西？你没有认出视频中的女主角吗？左青青。张氏想要利用左青青逼我开门就范，他是不是傻？但宋青允立刻明白，他亲历过左家4人那晚的无耻和坏。王不凡虽然放了左青青一马，可他清楚，王不凡哪是怜惜这女人，分明是要慢慢折磨。我明白了，是你。宋青允心中一叹，王不凡到底被左青青怎样伤害过，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时，宋青允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用自己的身心去影响、改变王不凡，让他恢复对于人的信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拯救，也是他这个治安员的职责。过了一夜，张氏一群人已经将左青青折磨得不成人样，但王不凡依然没有回应。这时，有人向张氏建议：藏哥，我们的食物越来越少，王不凡又不肯出来投降，不如我们还是把这娘们卖给他吧。连一间别墅都拿不下，以后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今天晚上再行动，打破王不凡家的玻璃，强行进入别墅。要是破不了王不凡的别墅，难道别人家的也破不了吗？许多人不是嚷着要晚上出去寻找物资吗？就让他们去，等他们把物资拿回来了，我们再挨家挨户的抢。众人听到张氏再次进攻王不凡别墅的计划，纷纷赞同，只等夜幕降临执行计划。此时的王不凡让4女把菜端到宽敞阳台，4人做了8菜一汤，旁边果盘里摆满西瓜、木瓜、草莓等水果。这时，隔壁于初桐手持红酒与高脚杯现身，瞧见他别墅里的4个美女，心中清楚她们肯定是被物资诱惑，甘愿成了王不凡的金丝雀。但于初桐望着满桌食物水果，不由心动。王不凡此前拒绝卖水果给他，即便现在松口，后果也是羊入虎口。王不凡冲他微笑，指了指菜肴，并招手示意。于初桐明白，若过去赴约，必然要付出不菲代价。哟，现在还能装清高，就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天。我猜最多3天就要和我们一起抢王不凡了。没必要这么说人家，谁让他先哼我们的？柳琴向程雅使了一个眼色，程雅会意，2女便一起坐进了王不凡怀里，轮流投喂食物。于初桐瞥见后羞愤离去。晚上10点多，宋青云等人回房，王不凡留在阳台，饶有兴致地看着大门口即将上演的好戏。半个多小时后，一群人身着雨衣，手持铁锤菜刀，气势汹汹从地下车库朝别墅走来。
王不凡操作手机，别墅窗户落下钢板，众人砸出来，差点被铁锤传来的震动把牙齿都给震碎了。有人拿手电筒照，看到钢板顿时就傻眼了，无奈在酸雨和闷热中撤退，转而计划抢劫找到物资的人。末世第6天，业主群里众人控诉张氏一伙抢劫，双方矛盾激化，部分人却选择加入张氏势力，小区迅速分崩离析，以楼栋为单位形成20多个联盟。此时，网名为一叶孤舟的都市寻芳记作者林晚秋加了王不凡好友，因为这部小说的尺度超大，每每看得他血脉奔张，他一直以为是哪个中年油腻大叔写的，结果看到朋友圈照片，居然是个成熟风韵的艺妓，丹凤眼顾盼生情，胸襟伟岸无比。为了在末世还能有娱乐消遣，王不凡提出以物资交换，让林晚秋继续写把小说写下去，且只发给他一个人。林晚秋当即答应，连忙对王不凡吹起彩虹屁。就在王不凡准备用无人机送物资时，却被林晚秋拦下。老板，现在情况有些不妙，我们楼栋现在开始搞专制了，让所有人都把手里的物资交出去，否则都会直接破门墙。以后就是统一分配物资了。王不凡虽然早就预见整个小区会发生火拼，但没想到会形成联盟。要是现在直接把林晚秋接过来，倒是比一次次送物资方便多了。到时候要真发生火拼再收留林晚秋，只会更危险。王不凡当下就决定让林晚秋也搬去他的别墅。你可以搬过来住，但进了我的别墅，那一切都得听我的。您是老板，当然你说啥子都是啥。你现在就过来吧。好。在王不凡交代下，林晚秋什么也没有干，不过他还是把头发打乱了，还特意穿了一件肥大的裙子，免得被人看到他的身材。走到地下车库，每栋楼的人聚在一起，但凡有别的楼栋的人路过，都会遭到敌视的目光。林晚秋一路快步而行，眼看距离王不凡的别墅越来越近，突然有人将他拦了下来，是一个叫周星的租户。林晚秋心中一慌，担心会被这男人拦下，前功尽弃，于是快速逃走。周星一开始只是想占点便宜，但林晚秋一跑，他自然就本能的追了上去。其他人看到后也追了过去。林晚秋冲到了地下室门口，用力拍起门来。就在这时，周星已经追到，一把就要去抓林晚秋。林晚秋自然连踹带踢，想要将周星逼退，争取到开门的时间。王不凡，快开门，快开门！哈哈，居然是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晚上陪我们玩玩吧。哈哈，还想投靠王不凡？带走！咔嚓一声，就在这时，地下室的大门打开了，一众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齐齐大喜。王不凡的别墅里有着大量的物资，趁这个机会冲进去，把别墅占了，那岂不是赚发大了？周星先大吼着弄死王不凡，砰！一声枪响，压住了所有人的喧嚣。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砰！周星仰天摔倒，额头上则是多了一个子弹孔，倒在了地上。还有谁？顿时，一众人不由自主的倒退。王不凡不语，随即拉着林晚秋进了门。过了一会，众人都在议论，说绝不能让王不凡拥有枪，这对整个小区都是严重的威胁。然而，大家只是说的热闹，真正去夺枪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时，王不凡手机上弹出来一条消息：想不想要回你的女人？你有什么条件？我已经带着人在你别墅下面的车库里，你下来谈谈吧。想看戏吗？跟我来。全球极热末日第6天，一瓶纯净水，一块面包就可以让人大打出手。生死相搏，重生归来后，终于等到了复仇的一刻。左青青，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要让你们加倍奉还。王不凡带着舞女去了别墅地下室，通过监控看到门口张氏拿着水果刀架在左青青脖子上，便打开地下室大门走了出去。舞女见到这幅场景都很是不解，此前左富贵一家3口都被关在铁笼里，又没有人喂他们吃喝，再加上高温，现在都是奄奄一息，估计都撑不到明天了。可现在王不凡居然表现出愿意舍枪而救左青青，这简直不合理到了极致。王不凡走到门口，张氏用水果刀抵住左青青，要求他拿枪交换。左青青看到王不凡的时候，不由激动的胸膛颤动。就2天时间，左青青已经被折腾得够呛，头发凌乱，身上则是布满了淤青。哥哥，救我！救我！张氏，放人！你敢开枪，你的女朋友就要没命了。不过我可以将她还给你，只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你把枪给我。你让我考虑一下。快点，我只给你10分钟，不然就撕票。王不凡佯装犹豫，退回地下室后，他给居委会杨阿姨发去了消息。那天他打死周星后，杨阿姨就联系上了他，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试图让他把枪交出来。王不凡表示会考虑，现在时机刚好。他告知情况后，杨阿姨深知枪落入张氏手中的危害，迅速动员了自己楼栋及其他楼栋共20多个势力的人赶到。与此同时，他把枪收进一空间，在枪膛中卡了一块金属，只要开枪，子弹就会炸膛。过了一会，王不凡再次开门，杨阿姨也带着20多个势力的人全部过来。张氏面对突然出现的众人，又惊又怒。张氏，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行，枪给你了，快放人！抢枪！看住这女人，绝不能放跑了她！张氏冲上前就和人打了起来，王不凡则是退到了地下室的门口，从口袋中又取出一把枪，对着舞女亮了亮。这时他们恍然明白王不凡对那把枪做了手脚，他收起枪，默不作声，但心里非常清楚，地空间里可以打死人的枪有不少，
他当初去漂亮国陵园购的时候，可没有少光顾买卖枪支的点。别说手枪不枪了，就是重武器都有一大堆。他的军火库足以轻松灭掉整个小区，而这会在地下车库中。为了那一支枪，所有人打得不可开交。哈哈哈哈！都他妈得给老子退开！王不凡，我们约定好了，我把枪给你，你就放人。现在枪已经给你了，你要不守承诺吗？现在枪在老子手里，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给我跪下来！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跪天、跪地、跪父母，绝不会给你这种人下跪。哦，你很勇敢吗？那就去死吧！火光爆闪，枪声刺耳，但张氏却发出惨叫，右手更是血淋淋的，手指好像都断了几根，掉在地上。那把枪已经严重变形了，张氏痛苦无比，血哒哒哒的滴在地上，让他额头上青筋直跳。众人看到那把枪炸膛了，知道张氏对他们没有威慑力，都纷纷离去。刚刚还热闹无比的车库，眨眼间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张氏一伙人。王不凡和舞女也回到别墅，他看到张氏右手已经炸残，要是张氏再拿左青青威胁他就懒得再演戏了，可以收网了。隔壁阳台的灯突然亮了，只见于初桐走了出来，在王不凡的注视下，他居然给王不凡发起了视频，很精彩。你其实一点不爱那个女人吧，而是利用她戏耍了整个小区的人。没想到于小姐也是聪明过人啊！我们正在庆祝，不介意多一个人。我不会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你真想追我的话，先和别的女人把关系断得清楚，我才会考虑一下。我可不会因为一棵树而放弃了整片森林。虞美人，你的物资还够你吃几天？不用你担心，看来是不多了。嘿嘿，欢迎你随时投降，我会给你留一个房间。不过先来为大，后来为小，你只能当小六了。六妹，还是早点投降吧，别晚了连六妹都当不上，变成七妹八妹。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一样吗？于初桐挂断电话，露出一抹不屑之色，转身回了屋，脸上却不见刚刚的傲娇。其实他的物资也撑不了几天了，可当下没有别的办法，向王不凡求助好像是唯一的出路。他担忧着睡了过去，而王不凡则是与舞女春光无限。一夜过去，末是第7天，张氏痛了一个晚上，熬了一夜，再加上右手残废的冲击，让他一夜就憔悴了许多，而他的怒火也越来越高炽，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带上这个贱人去王不凡那。这一回王不凡要是不把别墅交出来，就把这女人做了。不要！左青青被推搡着来到28号别墅下面，王不凡看到张氏一行人，在业主群里发去消息：各位，张氏挟持了我的女朋友，逼我交出别墅，与其便宜她，不如给你们。谁能帮我救出左青青，我愿意给她10箱水，还有100斤大米，20斤腌肉。众人看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20多个势力便出动，大量的人拿着菜刀、晾衣杆从各个楼栋的负一楼中冲了出来，向着张氏一行杀了过去。张氏懵了，还没反应过来，大战就此爆发。不同于昨天的乱打一气，今天是几千人围殴数百人，哪怕现在天气热，大家又没有吃饱，体力大不如前，但10个人一轮拳头打过来，那也是足够让人喝上一壶的。更何况现在可不是赤手空拳，而是都带着武器。张氏当然最惨，2条腿都被砍断了，背上也挨了一刀，正汩汩涌着鲜血。他在地上爬动着，一副还要挣扎求生的样子。众人看到张氏已无还手之力，便向王不凡拿走了物资。这时左青青也被放走，在几千双眼睛的盯视下走向王不凡。哥哥，我太高兴了，你愿意为了我付出那么多。你错了，知道张氏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是那个时候呢？要是我真想救你的话，其实早就可以。呵呵，张氏之流在我面前根本就是蝼蚁，我是故意把你丢给他们，让他们以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他们才会拼命折磨你，以为可以让我妥协。哎，每次在你和张氏面前演戏，我真是忍得好辛苦啊！左青青，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王不凡说出了真相，只是没说上辈子被左青青一家杀害的事实。重生是他最大的秘密，永远不可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左青青愣在原地，王不凡说的一切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正当他以为可以苦尽甘来，从地狱爬上天堂时，王不凡却给了他重重的一脚，直接将他踢回了地狱，甚至还要掉得更深。左青青在原地一动不动，表情在短短几秒内经历了无数的变化。突然，他绽放出了笑容。这不是真的，哈哈，我是王不凡的老婆，我有数不清的物资，你们快点跪下来求我，我可以好心分给你们一些食物。左青青受刺激彻底疯掉，王不凡解决最后一个仇人后畅快不已，睡了许久。醒来后，他收到曾想对他仙人跳的李静发来的消息，她是个37岁单亲妈妈，和18岁的女儿李小小常以照片勾引男人，骗其开房付钱后下药偷钱。此前他们看到王不凡的物资想故技重施，没想到果断拒绝。这次李静打来视频，嘲讽王不凡为女人交出物资，还炫耀自己有食物。他看着李静，心想左青青已疯，张氏已死，既然李静主动找上门，便打算陪她好好玩玩，顺便用她试试异空间的新功能。全球末世第8天，人性的丑恶被无限放大。重生归来的我因搬空2级冰山和空间异能的特殊能力，有着数不尽的物资，这引得小区各势力老大蠢蠢欲动。危机四伏下，我却发现了异空间的新技能。
王不凡与舞女用餐时收到曾企图对他仙人跳的李靖发来的消息，李靖嘲讽他因为左青青交出物资后肯定会变得落魄不堪，还炫耀自己有冷冻食品，但也只是最普通的冷冻食品，比如饺子之类。王不凡主动发去视频通话，将镜头对准满桌珍贵食材，如帝王蟹、鱼子酱等。李靖看到后愣住，不妨啊，刚才是我不懂事，你别和我一般见识，你让我和小小去你那边住怎么样？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不要，你长太丑了，大妈，你年纪一大把，就别想着祸害我了。李靖看到王不凡家的丰富物资后，他摇着丰硕的屁股开门走了出去。只见在客厅中，一个30多岁的壮汉正坐着，名叫王强，是个刑满释放的无业人员。出狱后，他父母掏空积蓄给他在这个小区买了套房子，结果他回来没2个月就把将房子抵押，供他挥霍，父母被他给活活气死。这些他都毫不在意。在天灾时凭借凶悍成为14栋领导者。得知王不凡家有大量海鲜和5个美女，他决定抢夺。此前跟着张世强攻王不凡别墅屡屡失败，这次他召集手下找来锁匠刘劲松，打算断掉他家中的电，然后撬锁进入。在酸雨天气里，王强等人艰难破开变电房，成功让王不凡所在的28号别墅停电。来到别墅门口，此时他正被柳晴和程牙伺候着吃水果。听到撬锁警报后，他淡定查看监控，然后在手机软件上操作了一下。王强等人以为停电就能顺利开锁，却不知王不凡早有防备。怎么了？有电。还有电，电闸都拉掉了，哪来的电？电！这家伙还有备用电源，备电的滋味爽不爽？王不凡，有本事就别躲在乌龟壳里！王强恼羞成怒，不断激将王不凡。他人在地下室，但空间之门却可以破墙开启，瞬间咻，一支箭射了出来，一阵箭雨向王强一行人射去，顿时惨叫声一片。什么东西炸我？好疼！这箭从哪来的？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跑！众人就向着通道口跑，虽然黑灯瞎火的，处处碰壁，可他们并没有发现，其实王不凡已经停止了攻击，而是把空间之门开在了通道口。于是，一个个人就那么一头冲了进去。不过1分钟，通道中的叫声就戛然而止，安静的一笔。他微微一笑，心念一动，王强的意识还停留在几十秒之前。异空间没有时间概念，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什么。反应过来，发现自己居然不在地下车库，而是在一个屋子内。王强环顾左右，他的手下消失不见，而王不凡却在他面前。看到他也是一个人，虽然心慌，但还是想恐吓他交出物资。嘿嘿，弄死你！这里的一切，包括女人，都是我的了。你没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同吗？王强微微皱眉，他本能地摸索着自己的身体，突然不可思议地看着左手，变得跟猪掌似的。你对我做了什么？帮你改造一下，你不感谢我吗？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就不用知道了，你只需要告诉我是谁让你过来的。王强被吓得慌了神，看着自己的手，再看看王不凡，只觉得他绝对不是正常人，自己平时的无赖行为对他也没有用，于是不敢再与他对抗。是李靖，他在14栋902。王不凡手一挥，边上就凭空出现了一只铁笼子，与关押左家3口的同款。王强刚想抵抗就被他制服，顺势塞进了笼子里。接下来几天，王不凡要观察王强的变化，看看改造了人体结构还会不会有后遗症。之后便去找李靖算账。既然他挑唆王强向自己出手，他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他。王不凡打开空间之门，然后把自己收进异空间，在王强眼前消失了。王强看到后眼睛瞪得浑圆。不过2、3秒的时间，王不凡就出现在902的室内。只见李小小正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卧室里则有电视的声音传出来。他轻轻咳嗽一下，李小小猛地抬头看向他，然后就惊呼起来。这时李靖腾地跑了出来。你怎么进来的？你们怂恿王强把我害死，我现在是来找你们报仇的。鬼啊！还我命来！李靖和李小小在阳台时，因酸雨溅到李靖脖子，他躲避时用力过猛翻下阳台。李小小去抓他，结果2人一同从9楼坠下，伴随着尖叫，几秒后摔落在地。这对企图对王不凡不利的母女以这种意外方式收场，有点出乎王不凡意料。本想着跟他们好好玩玩，不过他觉得人死恩怨也就此了结，便离开了李靖家，瞬移到车库，看到左家4人，左富贵等3人已死，左青青却对着尸体有说有笑。前世他被这一家4口残忍杀害，这一世他不可能当圣母，便转身离开，任由左青青自生自灭。回到别墅后，王强这个地痞流氓看到王不凡被吓得魂不附。你到底是不是人？刚刚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人，不过你嘛，心黑手辣，还真没有资格成为人。你还好意思说我？张氏那些手下不都是被你杀的？还有，你刚才是不是把李靖母女也杀了？我从不主动挑事，都是像你们这种蠢货惹到我的头上，我才会被迫反击。哈哈，你以为把我和李靖母女杀了就可以保住你的秘密？哈哈，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蠢。出发前我就告诉我兄弟，只要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回去，他就会把你还拥有大量物资的消息散播出去。
你现在看看大群里，是不是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件事了？王不凡发现群里果然有人发林晚秋和满桌大餐的视频截图，众人叫嚣让他分享食物，否则就群起而攻之。他对此不屑一顾，将王强留在地下室上了2楼。此时，各势力老大在小群商议对付他的办法。3栋图雷提议拉闸断电，逼他因酷热走出别墅投降，得到众人认可，于是将王不凡拉进群里，向他索要物资。把我拉进这个群做什么？呵呵，我们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把所有物资交出来，到时候我们统一分配管理。你们怕不是还在做梦吧？王不凡，我承认你的别墅就跟乌龟壳似的，从外面很难攻入，但你要知道，现在最可怕的就是气温。如果我们把你家的电掐了，你觉得在烤箱里可以坚持多久？忘了说，我们还可以生火，车库那么多球，我们把机油收集一下，全部拨在你家的墙上，再放一把火，嘿嘿，那可是名副其实的烤箱了。我记住你了，第一个就弄死你。那我真是期待你出来弄死我。涂磊等人见王不凡还是不为所动，当晚他们就成功给王不凡家断了电。这一断电，附近的几栋楼也跟着遭了殃。而这时的王不凡却让舞女都穿上旗袍，乘在阳台吃起了炭火火锅。桌上摆满各类美食，他拿出了几个盆，在盆里装满冰，每个人的脚边放一盆。隔壁于初彤因停电发现王不凡这边的异样，现在空调不能用，室温还在50度左右的高温上，他们居然吃着火锅，脚边还有冰块。这时于初彤给他发去了语音通话。为什么整个小区都停电了？是不是跟你有关系？没错，有人要逼我走出去投降，便把变电房的闸都给拉了。于初彤气得胸口发抖，认为自己遭了池鱼之殃。他想要吃马，可嘴巴张了张，最终还是闭上了。你不用觉得停电是受我的牵连，哪怕没有我的关系，如今这种时候多的是男人想要把你逼出来，肆意玩弄你。你还有什么计划？不会就这么等死吧？你如果愿意过来，我不介意收留你。你看我这里可凉快着呢，吃火锅都不嫌热。六妹，快来吧。六妹。于初彤挂断电话，气呼呼地回了屋。因停电又热又渴，屋里也已经没有水，于是只能喝酒。他在醉酒与热醒中反复煎熬，很快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还是硬生生坚持了下来，想着不能这么轻易就死去，至少要看到王不凡的下场。末世第9天，王不凡去了地下室，想看看在王强身上实验的效果，结果发现王强居然已经死了。全球末世第9天，社会陷入混乱，生存环境恶劣，物资极度匮乏。不同势力为争夺资源展开激烈斗争，我却获得了异空间能力，还发现了新的技能。而涂雷、孙代等人为代表的其他势力，一直对我的物资虎视眈眈，却不知更大的噩耗即将传来。王不凡来到地下室，看过监控才知道王强死于流血过多。监控里看着他的左手像是被突然炸掉，这时他明白利用异空间改变身体结构后，虽然能暂时加长生命时长，但也只能持续24小时，而且还有巨大的副作用。他要考虑寻找新实验对象，验证能否延长手术效果。这时涂雷在群里艾特王不凡，怎么样？没有空调的感觉不好受吧？这你管不着啊！现在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你现在也就嘴巴可以硬一下了，只是你还能够硬多久？太阳可是升起来了，温度又高了。王不凡，你能熬多久？王不凡在心里说道：“这个涂雷嘴那么臭，肯定是要弄死的。还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得一个个弄死，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他们这群人不可能全身而退。”他回到1楼，与宋青允他们一起吃早饭。吃过之后，宋青允红着脸走了过来，小声道：“那个，我的亲戚走了。”王不凡大喜，一把将宋青允抱起来，与他在卧室缠绵了一整天。晚上，他继续在阳台用无烟煤烧烤，正想着怎么找到新的人，再次实验异空间的新技能，一条消息就发到了他的手机上：“王不凡，准备投降了吗？”消息是孙代发过来的，他是移动的话事人，末世前是一个大公司的领导，内心扭曲，潜规则难下属乃是家常便饭。如果这次能把王不凡睡了，那他会非常有成就感，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积极。这时王不凡随手拍了一张照给他。你们居然还有心情吃烧烤？没有空调，你们那的室温至少50度，再生个火炉，你们特么是脑子有病吧？王不凡也把手机丢到一边，他决定今晚行动，弄死涂雷一行人，总不能一直忍气吞声当孙子。半夜，他使用瞬移技能，先到隔壁的18号别墅，又到8号别墅，然后才进入车库。他看了一眼28号别墅的地下室通道外，有整整12个人在守着。他悄然来到3栋的负1楼入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然后直去14楼，再来到1402涂雷家。王不凡推开主卧的门，灯光的蓦然亮起，涂雷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睡觉，女人惊醒，王不凡拿着一把水果刀走到床边，吓得女人连忙屁滚尿流地逃到床下。哥，你不要伤害我，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就你长得这模样，也就老涂不介意了。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说了，迟早要取你的狗命。怎么可能？有12个人在车库守着。这时，女人已经悄悄打开了抽屉，摸出了一把尖刀，向着涂雷丢了过去。涂雷伸手一接，就向着王不凡冲了过去。然而，
他还没有冲到王不凡眼前，咻，整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女人脸吓得惨白，尖叫一声就落荒而逃，但只是跑出一步也跟着凭空消失了。王不凡心想又多了2个实验对象。涂雷和情妇失踪消息传出后，孙代等人因一直无法让王不凡交出物资投降，手下失去耐心，便决定放火烧他的别墅。他们把汽油泼到别墅墙上，孙代扔出点燃的香烟，瞬间火势。然而王不凡的别墅墙体有特殊设计，里面藏着冰块，火焰加速冰块融化，而他又能用空间之门补充冰块，使得别墅内温度不升反降。宋青云等舞女对此十分好奇，想用条件诱惑王不凡说出其中秘密。就在他准备说话时，收到了于初桐发来的视频。原来于初桐家挨着他家别墅，被火烤得酷热难耐。他愤怒地质问王不凡，却发现他那边竟然很从容，完全没有被大火影响。我要被你害死了，王不凡，你要记住，你欠我一条命。王不凡向窗外看去，看到外面熊直烈，自己在安全屋内不受任何影响，但于初桐与他的别墅是挨着，温度也在跟着升高。我不想这么死，我恨你，恨你。现在你愿意过来了吗？六妹，你还不投降？真想变成烤乳猪吗？于初桐受不了高温，下定决心还是要投奔他。跑到王不凡别墅后已经热晕了。王不凡看到监控后，一个瞬移来到他身边，然后取来纯净水，小口小口的喂他。这时于初桐也醒了过来，看见纯净水便贪婪的喝了起来。王不凡使坏，把瓶子硬是挪开，自己喝了一大口，却鼓起了腮帮子，并没有咽下去。于初桐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便主动向着王不凡吻了过去，直到喝了2瓶水，他这才缓过劲来。六妹好呀，先去洗澡，还得感谢外面这些人，水都是热的，可以直接用了。你居然用清水洗澡？你不洗，我还嫌弃呢，一身的臭味。于初桐不再有之前的高傲模样，听了他的话去了卫生间。他洗了半个多小时，这才不舍得离开。这时外面的王不凡悠悠地说道：“把水放了。这些水只是脏，又没有毒，只要过滤一下就可以喝。退一步讲，就是用洗衣服，甚至冲马桶也可以。让你放谁你就放呗，我们家不缺这点水。”于初桐愣了一会，这才拔掉了浴缸的塞子，与王不凡上楼吃饭了。他的别墅内春意盎然，可外面的人却备受煎熬，哪怕是地下车库，白天也有45度以上的高温，现在更是因为放火的关系，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以上。其实和家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而且燃烧之后，这里的气味特别冲，闻久了甚至会晕。艾特王不凡死了没有？没过一会，王不凡就发了张照片，正是他与6女一起吃饭的画面。照片中7人仿佛公司团建一般，对着相机露出笑容，比出了剪刀手。众老大只觉不可思议，难道他家里有发电机？应该是了，不然现在怎么制造冰块？那怎么办？我们难道要跟他耗到把发电机的能源用完？算了吧，我们不能再跟他耗下去了。孙老大，2天没能拿下王不凡，我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情况，可我的手下快要造反了。你们也想放弃？好，你们放弃，我可不会放弃。不过丑话我先说在前面，我要是得到了王不凡的物资，你们一个也别想分享。之后群里的人一向王不凡发去消息，虽然说的话不一样，但意思千篇一律，就是今后不再针对他，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王不凡并没有理会，从这些人联手对付自己开始，他就已经宣判了这帮人的死刑。只是一来他想慢慢玩，二来现在网络没有断，他怕大开杀戒的时候被人拍了视频丢到网上去，所以这些人可以慢慢收拾。时间一晃就来到了晚上，王不凡启用了发电机，整个别墅顿时一片通明。然而就在同一时间，整个城市却一片漆黑。可在这么一片黑暗之中，王不凡的别墅却格外显眼。顿时所有人自发的，都不用谁发号施令，都聚到了车库。而孙代的人还想继续泼汽油维持火势时，也被强行制止了。这些红着眼睛的人都拿着铁锤、榔头等，他们要强行破入别墅。全球末日第10天，生存条件愈发恶劣。我用空间异能囤积了大量物资，让6女留在我身边，而我们居住的别墅成为其他势力觊觎的目标。小区里的人都红着眼，拿着铁锤、榔头，准备强行闯入王不凡的别墅。巨大的声响惊动了王不凡7人，他们拿手机查看，却发现没了信号，电停了，基站也无法工作。所以哪怕手机还有电，但除非是卫星电话，否则休想打电话发消息。灯亮着，大部分人心中的黑暗还会被压制，可一旦连这点光都没了，那整个社会会更加混乱。见6女都是瑟瑟发抖，王不凡不由笑了。他白天还在想，得等网络断了之后才让6女知道自己一些秘密，没想到的是电断的这么快。你们不是好奇我有多少物资吗？现在可以跟你们交个底，在2级冰山突然消失后，也不知道是地球磁场变化产生的影响，还是其他，我获得了一种能力。能力？说罢，他伸手一按，面前立刻多了一篮杨梅。一下子，6女同时站了起来，用震惊、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和那篮杨梅。他们都是半张着嘴，完全说不出话来。我多了一个空间仓库，很大，而我发现2级冰山消失后，有预感可能会有大灾发生。
于是我就开始改造别墅，打造安全屋。另一方面，我还大量囤积物资。你之前跟我说你去大漂亮那里零元购，你没在开玩笑？没错，我从漂亮国一路北上，沿途一直在零元购收集的物资嘛，多了不敢说，几百亿总有的吧。也亏得你有危机意识，不然哪怕你有了这么一个仓库，不做准备的话也毫无用处。宋青允六女先是震惊，然后他们的脸上渐渐露出了喜色，最后齐齐欢呼起来。直到10点多的时候，王不凡7人才重新坐上了饭桌，继续吃晚饭。但他还是没有说出重生于2级冰山是他收走的秘密。此时他担心的是，国家肯定有大型避难所，当社会秩序崩溃后，这一个个庇护所会不会变成某些野心家的私人王国？外面还在乒乒乓乓吵着。王不凡不耐烦了，果断开启别墅改装后的电网。有电，有电！众人见强行破门不成，好多人对着门外的监控就开始哀求起来。王不凡，外面太热了，让我进去等一会，就一会。我已经1天多没有喝到水了，你给我点水好不好？王不凡，你让我住里面，以后我就给你当狗，你让我打谁，我就打谁。但因为被大火焚烧，这里的监控全部坏掉了。于是，一场闹剧持续到半夜，众人又困又饿又累。一夜过去，大家都回家了。让王不凡惊讶的是，居然又有人过来放火。一共4个人，戴着口罩，手里都提着瓶子，里面灌着刚刚收集来的汽油。别墅虽然不怕火烧，但他也没道理一直不反击。于是，他就打开地下室的门走了出去。看到王不凡走出来，那4个人都是一愣。王不凡，弄死他，抢了他的别墅，上！拿命来战！龙凤摧毁在王不凡面前，他们几下就败下阵来，躺在地上直哼哼。他露出残忍的笑容，将几瓶汽油洒在了4人的身上。谁让你们来的？孙代，王不凡，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刚才你们不是挺狠的吗？要把我弄死，抢了我的别墅吗？现在怂什么？我真是看不起你们！那4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想要跑，但打火机已经丢出来，汽油可是易燃品。于是4人一个接着一个燃烧了起来。王不凡冷笑，今天晚上就把孙代宰了。次日下午，王不凡7人都坐在阳台上喝着茶。突然，他的余光好像捕捉到了什么东西，不由扭头看去，然后视线急速往下滑落。砰！一声重响，从不远处传了过来。宋青允他们连忙站起身来看，只见在14栋的楼下面赫然躺着一具尸体，内脏应该全部破碎了，鲜血汩汩涌出，全身光着，不着丝缕，身上更是布满了一道道的伤害，显然饱经折磨。这是坚持不住，跳楼自杀了。没有人会这么自杀，肯定会穿上衣服，而且哪怕离这么远，还是可以看到他身上布满了印子，应该是……这仅仅只是开始，只要末世不结束，这样的场景还会持续上演。虽然6女完全不愁吃喝，但眼睁睁地看着末世的泯灭人性，还是让他们心生压抑。突然，王不凡的手机传来了报警声，他拿起一看，地下室的入口处有人，对方一共4个人，都是男的。他想了想，还是来到了监控室，打开扩音器。有何贵干？王不凡，何不出来叙一叙？我是孙代，出来叙叙就免了，有屁快放！俗话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你手里有物资，我手里有人，我们2个合作，可以将整个小区占为己有。你应该也看到了，就昨天开始停电，但今天小区里至少死了100人。嘿嘿，这世道已经完全乱了。你不是喜欢女人吗？巧的是，我喜欢的是男人。我们并没有冲突，你我合作。小区里的美女你随便挑，有本事你玩石飞都行。我嘛，呵呵，只对强壮的男人有兴趣。你考虑一下。孙代，你还真是个狠人。之前别人都放弃了，只有你还派人过来放火。怎么，4个手下被我干掉，把你吓着了，跑来这跟我谈合作了？我说了，没有永远的敌人。我原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可惜……他打了一个响指，通道之外，一个女人便被推了过来，身上只有一套内衣，将雪白的肌肤全部暴露了出来。哪怕她的脸上充满了憔悴和恐惧，但依然可以看出她是个大美女。诺，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她老公已经被我收了。原本我们合作，你玩她，我玩她老公，多有意思。女人连忙用手捂着脖子，想要阻止鲜血涌出，但哪里按得住，很快就倒在地上，四肢抽搐一阵就不动。这一幕哪怕是孙代的手下都看得直冒寒气，但孙代却仿佛只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在手下的衣服上把小刀的血迹擦干，然后收了起来。不识抬举，走！孙代这个人心狠手辣，不除掉必有后患。王不凡的嘴角扬起一抹冷笑，心想着这人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快晚上12点时，他带上了夜视仪，进入了地下车库。他身形一晃，就进入了孙代的房子，然后在卧室看到他。王不凡走过去，对着孙代就是一记重拳。
孙代就晕死过去了。王不凡没打算这么快杀他，因为他要用孙代做些实验。既然活物在异空间中只要不超过1分钟就不会死，他把孙代丢进了异空间，每隔50秒左右就释放出来一次。如此，他轻轻松松就把孙代带回了别墅。王不凡来到1楼，系了根绳子在孙代的腰间，然后就将他丢了出去。王不凡等了3秒，便拉动绳子将孙代拖了回来。他的眼睛也被腐蚀坏了，他笑了笑，把孙代收进了异空间。几乎只是一瞬间，孙代变得完好如初。你对我做了什么？果然，我可以在异空间中治疗一切伤势，至少孙宇的伤可以。那么，太阳光中的射线呢？还有，这种治疗是永久性的，还是只能维持24小时？他一把拎起孙代去了地下室，把他关进了地下室的铁笼里，跟之前的王强一个待遇。一夜过去，末世第12天，当太阳出来后，他就去地下室把孙代带了出来。王不凡没有理会他，而是一脚将他踢出了门外，把孙代晒了几秒就收了回来，然后丢进了空间治疗，最后又送去了地下室的笼子里。现在孙代身上的伤已经全部治好了，身体中的一些隐疾也被他拔除，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正常人。再加上别墅里宜人的气温，从理论上来说，孙代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死掉，能够继续实验。王不凡想了想，既然已经把孙代拿下，剩下的那些势力头头也应该好好惩罚一下了。